当我第一次看到尼康 Z30 参数的时候，我心里想，尼康你真的可以啊！3年了，居然再次换了个外壳，又把它变成一台新的机器。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我对它又有了新的看法。本期视频让我来和大家聊一下尼康第3台的 Z 卡口 APS-C 相机 Z30。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vin。本期视频我并不会重复过多的去描述这台相机的照片和视频拍摄的参数，我仅会说一下它有什么不一样的优点和缺点。如果对这台相机的一些拍摄性能有兴趣的话，可以回看我3年前的 Z50 测评，或者网上面其余的 ZFC 测评。如果仅仅从参数来看 ，Z30、Z50 和 ZFC 不可以说是非常相似，只可以说是完全一样。在我看来，它们并不仅是大哥和小弟的关系，而是3胞胎呀！一样的传感器，一样的处理器，一样的拍摄参数，唯一不同的就是外形。在不少人看来，这就是一台割韭菜的机器。对，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当你认真了解一下它们，你会发现，尼康其实一直默默地聆听着客户的需求。Z50 被人诟病的下方屏幕，终于在 ZFC 变成了侧方，那也在 Z30 这里呢继续延续了下来。Z50 仅可以在关机的时候用充电宝充电，而 ZFC 则可以边用边充。那如今的 Z30 当然也是可以边用边充。Z50、ZFC 大家都说价格有点高啊，那尼康给你把取景器给去掉，价格当然也变得更便宜了。不过 Z30 还是有一些新的设计，会让大家觉得很惊喜的。首先就是相机前方的拍摄指示灯，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只要按下录制按键，红灯就会亮起，我们就知道已经开始录制了。拍摄时长终于突破了祖传的29分59秒的限制。那如果呢是 1080P 的拍摄，可以一直拍摄125分钟左右。那这2个设计啊，我也希望可以在以后的尼康机型中继续被延续下来。本次 Z30 其实在收音部分呢还下了一些功夫，在某些场景下，哪怕不用外接麦克风，仅使用机内的麦克风，收音都有不错的效果。现在呢，我来测试一下这台相机的麦克风。那我目前呢使用的是相机自带的麦克风，那我使用的是主要收录人物声音的这个模式。我现在呢就把这个模式变成了收录更多的环境声还有人物声音的模式，大家也可以比较一下这个效果是如何的。那目前呢，这里呢有一点点的微风，然后背后呢是一个海边有一点点海浪的声音。那我现在呢使用的是罗德的 Video Micro 机顶麦克风，那大家呢也可以比较一下，看看大家喜欢哪一种收音效果。作为一台主打拍摄 Vlog 的相机，其实防抖功能是刚需。那不过呢 ，Z30、Z50 和 ZFC 都一样，并没有机身防抖，仅有电子防抖和镜头的防抖。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看在不同防抖模式下，手持拍摄的效果是如何的。那现在呢，我来测试一下相机的这个防抖效果。那目前呢，我是把相机的所有防抖呢都关闭了，然后我就缓慢的在这边走路，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防抖效果是如何的。那现在呢，我把电子防抖给打开了，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个防抖的效果是如何的。那现在呢，我把相机的电子防抖给打开，同一时间呢，也把光学的这个防抖呢也打开了。在这个普通的模式，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在这个模式下面这个防抖效果是如何的。现在呢，我把电子防抖给关闭了，把光学防抖打开，在这个普通模式，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效果是怎么样子的。那现在呢，我把这个电子防抖给关闭，然后光学防抖呢开在了运动模式，也是正常这么走路，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防抖效果是如何的。那最后呢，我把电子防抖给打开，同一时间呢又把光学防抖的这个运动模式也打开了。
现在的是最强的模式，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防抖效果是如何的。在视频拍摄方面，如果想看到不同场景下的拍摄效果，大家其实可以看看我上一期的尼康400毫米 f4.5 VRS 的测评视频。那一期视频里面，绝大部分的画面都是我老婆 Chloe 手持拍摄的，全程使用的都是 A 档。那对于一个完全不懂如何拍摄视频的新手来说，他觉得这台机器基本上就是不需要学习成本，开机就可以直接拍摄。那在我看来虽然它并没有 N-Log， 没有 HLG， 没有 4K 50/60，但是如果仅是拿它去记录一下生活作为备机拍摄，那 4K 25/30使用 Flat 平面模式，打开 D-Lighting， 哪怕在光线相对高反差的场景拍摄都是够用的，也方便爱好者或者刚刚接触视频拍摄的新手进行拍摄还有后期剪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希望 Z30 或者后续的机型可以加入美颜功能，我觉得这也是不少 Vlogger， 特别是女生 Vlogger 希望看到的。那我也希望尼康可以尽快丰富 APS-C 的镜头群，推出更多适合用来拍摄 Vlog 的超广角镜头。那因为目前的1650DX 的镜头转换成这个全画幅之后，就变成了24毫米的等效焦距了。那用来自拍 Vlog 其实也真的差那么点意思。那最后呢，我必须说一下这台相机的一些缺点，但是呢，这些缺点绝大部分都是可以通过固件升级来解决的。第一，就是视频 A 和 S 档下呢，并不支持手动 ISO 调节。那对于拍摄 Vlog 记录生活，我并不会像商业拍摄那样子加上 ND 滤镜，保持快门速度的180度原则进行拍摄，而是打开 A 档，让相机进行自动曝光。那目前 Z30 包括 Z9 在视频拍摄的时候，除了 M 档模式下都没有办法变成手动 ISO 调节。那第二 ，Z30 的屏幕呢显示有一点点小问题的。当我们屏幕没有翻过来的时候呢，按下 Display 的按键可以看到音频和水平的指示。可是只要把屏幕翻过来，音频和水平就会消失。那这个时候如果开始录制，是不会提示水平和音频信息的。那除非我们在翻屏幕之前先按下录制按键，然后再翻屏幕才会显示以上的内容。第三，缺少耳机监听插孔。那虽然呢，并不会有人边拍 Vlog 边监听，但是我还是希望尼康在以后的机型中可以加入这个插孔。第四，续航并不理想。使用 Z30 拍摄 4K 25的视频，如果断断续续拍摄，我只可以拍摄1个多小时，就需要换电池或者给它充电了。如果想带它去旅拍或者记录生活，那我们或许需要带2到3块电池，又或者一直连着充电宝，才可以满足一整天的拍摄。总结 ，Z30 这台机器其实并不算是尼康的诚意之作。但是从不同的细节可以看出，尼康是一直在聆听着每一位用家的要求的，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好的拍摄体验。也可以看出尼康其实真的是想在视频方面更进一步，希望有越来越多的 Vlogger 使用尼康的相机来进行拍摄。那如果你目前使用的是卡片机或者手机来拍摄，那希望可以让你的拍摄画面，特别是弱光环境下的拍摄画面有一定的提升。那这台小巧轻便的尼康 Z30， 你们的确是可以考虑一下的。那不过在目前而言，我觉得它最大的问题还是缺少丰富的镜头群。希望尼康或者第三方的副厂可以尽快的推出更多 Stack 卡口的 APS-C 的超广角变焦镜头或者大光圈定焦镜头。那这样的 Z30 的实用性呢，可玩性呢也会大大增加。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请给我点赞、留言、投币，还有分享出去，还有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